想好了要死，那你干什么还要带我绕那么大一个圈子？我要让你尝尝跟我一样的滋味，从云彩里一个跟头摔下来。好啊，现在如你所愿，来，用枪打死我，打死我！再过100天、200天，这儿都不会有人来了。狼把你拖走，地上只剩下一滩血。等到天热了，再下几场雨，冲得干干净净，就好像你没来过一样。我知道你大烟膏吃完了，跟着我回中院，我帮你找最好的大夫。还有，那一车的枪。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要，全都归你。老子的病治不好了，跟你说过治不好了。我靠着这大烟膏吊命，就是为了等你把我这辈子都毁了。我的病就是在这儿冻出来的，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毁了。你给我看清楚，这儿就是寒冰地狱，老子就是阎王爷。走开！走开！还有没有子弹了？没有了。这怎么看啊？啊！就剩1颗了。狼要开始撞门了，用不了多久门就能撞开。我们2个人早死晚死，无非如此。帮我打开。这就是你的宝贝啊！我的宝贝吃完了。姓苏的那个小妞儿，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快死了。她留了2箱这个宝贝，让我活着等你。那个不就是个大回酸活菩萨？苏子轩。是你的话，我就用这玩意儿给自己脑门一枪，
被狼咬死，很疼的。看方位，应该在马场方向。云儿，别着急，风大雪急，找个当地人带路过去。眼下看的不都是路吗？驾！云儿，驾！
四爷，兄弟，我们日夜兼程啊，老天爷可怜见啊！你平安无事，那就太好了。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，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，是吧？得罪了，我们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体面退场。得了吧，贴告示吧，咱们准备回京师，把平遥的账都收一收。哎，那什么，老八家让我问你一下，600万两银子是装银车呀，还是要银票啊？我爹说了，留在这儿，当结个善缘吧。难怪，难怪什么？难怪能做那么大生意呢，这话说的有风度啊。你是夸他呀，还是骂我呀？不过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到底输哪儿了？你给我解解惑。哎呀，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回去好好想想吧。等你去京城那天，我当面跟你说。把这都绑好了，绑好了，这绑结实了，绑结实了。哎呀，这都绑好了，绑结实喽，绑好了，绑好了。少爷，这外边风硬，您快上车吧。那这个怎么办呀？这砸碎了，带回去便是。当时把它立在这儿的时候，许诺要把它立上个几百年。现在这还没几个月，就要砸碎带回去了。少爷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啊？为什么不砸呀？啊，等我上车呢。这不是怕您触景生情吗？我触的什么情？生的什么情？我砸，砸碎了我好走得安心。嘿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砸碎了，砸碎了带走！快，快，快点！对，把绳子接住。哎，对，少爷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拿下来。吴兄啊，你现在是古大掌柜的，山西票号的第一红人，羡慕啊！我只是个唱戏的，当不得真。现在除了这身衣裳，连个身份都没有。你就是缺个身份，可我除了身份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次大家各为其主，你莫怨我。我不怨你，怨你我就不来了。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，他跟官儿走得太近了，老拿权势欺人，不是正道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嗯。可是我也很矛盾，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，好好的经商。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，我就觉得我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可是究竟哪一条路是对的？你问我也是问到于盲了。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？你还不算商人，嘿，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总柜？有话不说，可就不仗义了啊！行啊，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心吗？天下百工百业，士农工商，不乏佼佼者，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，不为读书人。就好像影视有陶谦，木匠有鲁班，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。
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，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“近乎于道”。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道理，一条道路，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？我常常夜不能眠，在想这其中的秘密。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！流放犯古平原，读书人古平原，还是现在的古老板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又或者都是真，或者都是假？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。既然学至经商了，我就在想，商之意图，大道何在？古人说大道至简，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，无非是信和义两点。人至诚则至信，至仁则至义。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，但一旦做到极处，就好像今日这样，老八家凭借其信誉，白条入账，头寸调度越发灵活，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，因其便利，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。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。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，但若不去实践，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的。你让我说的，莫要笑话我。我打算打道回府了，等我再来山西，一定再来看你。我四海飘零，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。这样，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，我恢复自由身，我过去找你。你还要走？既然是唱戏啊，总有唱完的那一天。我暂留在这里，还有我要救的人。走了。这。顾兄，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，咱们大闹平遥城，城门道、上门道、佛门道，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、银号一概低头，真是痛快。一定会有人记得的。这。各位，让我们为了古兄弟，为了我们的总柜，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，满饮。满饮，满饮，满饮，满饮。请，动筷。总柜怎么看起来有心事？啊，我在想，这王爷声名赫赫，就这样就被弄死了？你呀，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。顾兄弟，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？所谓的闯王宝藏，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，处处都是高墙壁垒，机关严密，除了老八家，无人能进。有人说，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，丢在山谷里，被八家人捡到的，后来就发了大财。这纯粹是胡说。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，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。顾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当如此。闯王这种身经百战、雄才伟略的人，是剩下18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，这样的大英雄，怎么会连军饷、银子都管理不好？是因为他当时啊，已经知道了，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，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，因此，他命底下8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10年来积攒的财富。
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，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，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，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。八家受命于此，就以经商身份掩护，因此这笔财富依然在老八家手里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。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将来还得等下去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八家。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。这些佛像、罗汉，皆是以纯金打造。大清朝200多年，知道这个秘密的，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，就只有你。闯王宝藏，原来不是鬼神之说。这些东西这么沉，他们行军怎么带啊？兄弟，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。我看你身边的人，也不过就30-40岁。这些东西，是200多年前的事了，5代人了。当年顾廷林老先生和傅兴主先生，曾经立下一个规矩，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1成融化了，铸成金银器物，存放于此。聚沙成塔。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，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。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，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，今天让你看到它，就是告诉你，经商之大道，乃济世而利民。天下财富本无主，以天下众生为主。古平原，谨受教。